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第4季前情提要。处理完独角兽任务之后，内特与管理局建立起联系，也因此和父亲汉克重归于好。他决定留在管理局一段时间。康斯坦丁多次受到邀请，终于踏上程步号，成为了传奇一员。位于1977年伦敦，女王正在准备和子民见面，单单挥手已经无法满足。她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她偷偷来到夜店与民狂欢，抛出皇冠，倒向人海，疯狂喝酒。还有管理局翻阅出时代错误，女王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又是一个魔法生物。确认无误后准备出发，内特因为个人原因答应夏普留在调查局做文书工作。虽然桌上放盆栽的工作让 Sarah 无法接受，但毕竟是个人的选择，他也只好作罢。去年买的表被赋予了多种功能，大到定位时代信息，小到记录微信步数，最厉害的还是有空气图腾。女王的所作所为把刚创办的秀瑞乐队推上了风口浪尖，更过分的是，成员还会做出一些反政府的恶作剧。鉴于传闻，康斯坦丁断定魔法生物就是他，不过得从第一步接近这个乐队开始。老实人雷做接送司机，其余队员负责主线任务。秀瑞乐队带动着屋内的人们，就连扎康也略感心动。演出结束，主唱骂着脏话下台，得有人溜到后台与他们混熟。虽然康斯坦丁对这里再熟悉不过，但米克对他的成见很大。二人发生口角，康斯坦丁朝他的鞋吐了口浓痰，离去时被啐了一瓶子，整个酒馆再次被点燃。然而外面依旧安静，警察闻声赶来，秀瑞乐队成员毫不客气地坐上了雷的公交车。他成功获得了主唱的好感，因为一路都是逆行，然而自己还是一脸懵逼。告知 Sarah 后，他被留下，而且还要混进去。康斯坦丁告诉他，只要在那个精灵面前撒上一把谷粒，他就会情不自禁地一粒一粒数清楚。计划被嘲讽后，二人又吵了起来，他决定去做点别的事情散散心。米克认为他会害死传奇成员， Sarah 让查理跟着康斯坦丁，他们俩负责协助雷。内特坐在办公室里批阅着一份又一份文件，二人又拿来了过去6年的协议文件。夏普临走前还说了句调查局的宗旨，从打怪升级突然转变到使用经验书，让内特适应不过来。盖瑞也看得出来，于是准备带他找点乐子，结果在门口撞见了新来的饲养员蒙娜。内特拿上吃的就走，二人进行了短暂的深入交流。敲开门后，他说想跟他们一起玩，并且介绍自己叫雷诺，因为自己总是在发怒。他被查理迎进去向大家介绍，还很快的发现了共同的爱好，讨厌 disco。 谈话之余，雷发现一盘米饭，非常刻意的将他打翻，结果并没有发生康斯坦丁所说的那一幕。为了获得信任，他们要给雷做一个测试。魔法仪表发现异常，在70多万年前，内特建议偷偷解决。盖瑞说，我只剩下一个头，经不起折腾了，但最后还是经不住诱惑。司机雷带着他们来到公园旁，此行的目的是让雷偷走女王的柯基。他强装淡定地走着，二人会协助他完成任务。第一步，坐在长凳上等着，安保人员被骗进草丛。第二步，向他要一只柯基就行。遛狗大爷也很配合地给了他，因为看热闹的伙伴与雷会合，逃出了警卫的视线。为了庆祝新成员的加入，他们准备用消过毒的针头给雷纹个身。乐队的成立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开始。雷听到这番话后陷入了沉思，下一步计划是抢女王的珠宝。查理表示，有了魔法，这会变得很轻松。康斯坦丁在独自一人喝着闷酒，吧台小姐姐建议他先垫垫肚子。看到查理后，他回避了一下。找到他是因为通讯装置里被安了追踪器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美女约。康斯坦丁说，她是我妈。二人穿越到70多万年前，突然聊起了前任阿玛雅。他们躲到树后，结果盖瑞的下班闹铃响起。由于怕被夏普发现，他们逃回了管理局。二人在公园街头，米克被他的中二病气到。交换情报后，得知查理可能是魔法生物，但这还需要确认，而且他们也没做什么坏事。雷捡起报纸，被发现了墨西干柯基。他的母亲因难产而死，而他则是在父亲的责备与打骂中成长。为了报复自己的亲爹，他决定给他做个断子绝孙手术，但是因为时间悖论，他办不到。多次尝试后，被他妈无情地撵出了酒馆。雷被按在柱子上，众人怀疑他是迪斯科的探子，因为有图有真相。他甚至连一首朋克的音乐都说不出来。查理一摔盘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我还进过监狱呢。一番演讲后，他成功俘获了雷的芳心，错误自己把自己给解决了，信号源消失。作为纪念，他带回了一个新的盆栽。雷和他坦白从宽，随后二人开始讲述传奇最近所经历的事情。听到这些后，查理给他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魔法，他能变化成任何一个人。雷偷偷联系队里，他想劝说查理以后少闹些幺蛾子，但恶魔就是恶魔，变形人甚至能引发世界大战。正在刷碗的雷看到窗外的伙伴赶来，带上查理就逃。
被有门闯入，二人来到卫生间，雷走进浴缸换上了原子战衣， Sarah 被冲飞，米克被干晕，变成反派的雷攻击力暴增，他们与 Sarah 失联，同样遭到了雷的攻击。二人一边吃午饭，一边又聊起前女友阿玛雅。桌子上的花闻到味道，偷吃了他们的午饭，还跑下了桌子。真正的雷醒过来之后，手里只剩下个头盔，还看到了假雷在兴风作浪。真雷跑过来输入语音命令，战衣被肢解，查理变回原形，他被钉在墙上。康斯坦丁打开小型的地狱通道，他变化成了所有人的模样，包括阿玛雅。查理做不到把他送进地狱，所以只能把他带回船上。康斯坦丁给他施咒，查理的魔法被解除，他再也无法变成别人的样子。船上的每个人都被赋予过第二次机会，所以查理也应该有这样的待遇。电影内容十分不适，二人通过手机资料查出又冒出了一个魔法逃犯。同时吉丁来电，他也发现了这个事件，几个孩子在夏令营无故失踪。Sarah 决定邀请他一起参加夏令营。调查局交给了盖瑞内特，他也重新认识了一下新朋友暴躁的查理。在剑桥会合后，得知要去夏令营，这次要面对的怪物还是个未知，但是很多孩子都已经失踪。这次男男女女分成两组，众人来到了1995年的夏令营。康斯坦丁为了孩子选择屈服，四人以新来的管理员身份混进去，并且介绍了大妈的助手小肌肉男查德，他会带着队员们了解周边。康斯坦丁会在周边布下保护咒语。雷的特长是鹰级童子军， Sarah 的特长是武术。查德问他是不是和成龙一样， Sarah 说我喜欢匕首和剑。雷在为孩子们做自我介绍，还有后面那位接着为大家讲解荒野求生。接下来另一位辅导员会为大家表演一个失踪。为了得知失踪孩子的下落， Sarah 像个孩子一样融入进去，但这么做并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夏普像个领导一样，气氛瞬间凝固。女孩们被逼着回床上睡觉，孩子们被哄去睡觉。二人在外面聊起了 Sarah 小的时候，殊不知旁边有个小女孩正在偷偷溜走。她顺着提前牵好的绳子来到约定地点，前方出现了她的小情人扎克，正准备献出初吻，结果人没了，小女孩也惨遭毒手。天亮后，小男孩中气不足地吹着起床号，男方少了个小男孩，女方少了个小女孩，陷阱也被学生从内部破坏。大妈说每年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孩子们总会跑出去探险，但最终都会回来，还训斥他们别瞎操心。 Sarah 凭借经验断定肯定有孩子知道失踪人口的行踪。雷试着让大家心连心说出自己的秘密，康斯坦丁觉得他无聊的一批还是催眠来的实在。 Sarah 作为他们的伙伴，正准备把话套出来，教导主任夏普出现，孩子们立刻窜到一边站好，如果不说出利尼斯的下落，5分钟后的冰激凌社交活动就别想参加。但女孩们嘴硬得很，不肯交代。第一个小男孩说户外淋浴处有他藏的维密画册。第二个小男孩说扎克提到要去树林里跟人见面，他要攻下妹子的第一垒，但是谁会在晚上打棒球啊？查理在监狱里抽风，为了人身安全，查理只好过去看看。打开牢笼后，被突然醒来的查理关了进去，他四处逃窜，但还是没能逃出米克的手掌心。对于都进过监狱的二人来说，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。Sarah 想变成孩子们其中的一员，这样就能让他们说出秘密。康斯坦丁计从心出，有个小女孩想清楚要告诉他一切。住在码头的湖中怪物是因为曾经有个小男孩被淹死，只要独自一人去码头呼唤他的名字就能出现。夏普趁着夜色独自来到湖边，走到湖边后，他念叨3遍湖中怪兽，突然冒出一个头，孩子们把他绊倒进去，得意洋洋地逃掉。天亮后，他们又丢失了男童女童，男方去巡逻，女方留下负责监视。为了能混进孩子堆，康斯坦丁给了他变成孩子的药水。夏普没当过孩子，听到这事之后生气的离去。康斯坦丁根据符石指引追踪着孩子的下落，雷在一边叨叨叨说个不停，他气得扔掉了雷手里的指南针，又说给他诺拉送时间石的事情。雷正在辩解，结果踩到了一滩怪物褪下的皮。二人喝上了酒，查理用英式英语和他交心，还干了一杯。皮从摄魂怪身上褪下，他会慢慢吸收猎物的生命力，这意味着孩子们或许都还活着。二人趁着夜色喝下药水，他们被眩光包围。查德进来之后发现了2个小女孩，孩子们围成一圈听 Sarah 扯犊子，还一起吐槽夏普。他们与康斯坦丁取得联系，小孩想要打败噬魂怪可以试试用辣椒面。他们发现孩子留下的碎布，康斯坦丁滴血施咒，碎布立刻变成小精灵，可以指引他们找到碎布的主人。夏普被忽悠的选择大冒险，他要去厨房里偷点东西出来。很快他拎着2桶冰激凌返回和1瓶辣椒面。二人根据指引来到林中小屋，孩子们被关在笼子里，他要试着把孩子体内被吸走的精气拽回来。女孩们把秘密告诉了他们，一般都是完事之后就会回来，结果竟然连续失踪。二人握着绳子来到目的地，
前方出现的竟然是指导员大妈。夏普把辣椒面摔到他脸上，2下就给他干晕过去。他们希望能从查理这里得到噬魂怪的消息，但消息要付出代价。得知噬魂怪是个男的后，米克打开了牢房，还拿走了他的啤酒。他们得知最新消息后惊呆了。查德抓住 Sarah， 结果被推倒。夏普前来解围，被擒住后竟然直接吸走了他的精气。缓过来的小 Sarah 一棍将他们分开。雷作为辅助，念起康斯坦丁教给他的咒语，噬魂怪的精气散去，飞回了林中小屋。他成功的将精气射入进孩子们的身体，而他也现出了原形。俩小女孩对着他打起了车轮战。不得不说，这玩意儿也只能对付小孩子了。在2人的默契配合下，噬魂怪灰飞烟灭。还有一个孩子的精气没有被归还，康斯坦丁由于对孩子充满愧疚，他决定将自己的精气摄入到孩子体内。小男孩虽然醒了过来，康斯坦丁却晕倒过去。醒来后，他变得十分虚弱。童子军们突然跑过来，还带来了水和担架。魔法很快就会失效，他们想在变回去之前来一个童年之吻。他们被魔法围住，2人的脸颊逐渐靠近，变回了大人的模样。查理没有离去，而是选择留下，帮他们对抗魔法生物。他的身体在拒绝治疗，基丁也只好先让他老实一会儿。看这情况，必须要用魔法打败魔法。而雷心中的最佳人选正在给别人熬汤。诺拉被当成了一个浪荡的女巫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